你说，不许骂人，你才是贵人呢。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，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。啊，你说什么植入？哦，植入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过。我就是想节目前期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先做上去。哎，但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喂，喂，怎么断了？那你还会离开我和爸爸吗？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。妈妈永远最爱甜甜。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。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妈妈带你去吃。喂，哎，倪总，哎呀，刚才断了，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，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？啊，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才回来？我等着你们半天了，我已经叫了外卖，赶紧吃吧。我带甜甜去补习了，我们在外面吃过了。甜甜，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？妈妈带我去画画了。甜甜先回自己的房间。第一，画画容易耽误甜甜学习数学；第二，画画所用的颜料是化学产品，接触了对身体不健康；第三，最重要，家庭教育守则第2条，夫妻之间不要撒谎。刚才你撒谎了。我撒谎，我乐意，你管不着。可你考虑过对孩子的影响吗？切，别老上纲上线的，那也比你每天冷冰冰的伪君子的做派强。我不管怎么做，都是科学的，都是为了孩子好。你的科学能算出他每天开心不开心吗？理论上说，开心的情绪是种生理反应，确切的说，是人体大脑中多巴胺传递的一种信号。从技术上讲，多巴胺已经可以人工合成，所以开心并不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。对不起，你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？多巴胺，关我屁事儿。钱默然，别老以为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。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再不同意离婚，咱们俩就法庭上见。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？跟我在一块不幸福吗？我姓顾。又来了，简直莫名其妙。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就连所谓的幸福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。假如要是你有一天发现你周围所在意的事物都是假的，都是别人安排好的，你会觉得幸福吗？如果有人为我安排好一切，都是为我好，我求之不得。哼，那是你，不是我。世界上每个人对幸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，自然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。如果把全人类的幸福感做一个大数据，只要经过计算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稳定的平均值。我告诉你，别老跟我说你那个扯淡的平均值。鸵鸟的幸福就是一堆沙子，屎壳郎的幸福就是一堆粪球。那你的幸福是什么？一堆沙子，还是一堆粪球？我的幸福就是离开这个像冰柜一样的家，永远离开你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分手大师对整个事件的分析已经远超过我们。他们率先提出了蒋默然患有人冷感症的判断。
而我认为直中要害。人冷感症指的是那些不想或者无法与人建立亲密情感关系的群体，这种人不喜欢与人打交道。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就像捷克小说家卡夫卡一样，他曾经3次订婚，又3次毁约，后来他一生都没有结婚。当然，这种缺失虽然让他在人际关系上异常贫瘠，但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却十分的丰富。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，而让自己的事业达到顶尖位置。从1到10，对自己的各个情况进行打分，然后将数值带入公式内。任何重要性的算法依次为1至5，所以在这个公式上，我们的得分并不高。蒋默然所在的公司连续5年排行业内第1。我们对比年报发现，自从蒋默然入职以来，公司的业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不过，继续数据分析的话，蒋默然的团队有双高：第一，综合业绩排名第1；另一个就是人员流动率排名第1。很多员工离职的理由就是老板过于严苛，压力太大。其中有蒋默然开除的员工占离职的1半。主管，这份文件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已经反复核对过很多遍了。第2页第3行，标点运用错误。第3页的第5行有错别字。第5页字迹不清楚，明显是打印的时候墨水不够。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改正，快！嚯，每天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，任谁也受不了。我能说句实话吗？你们别看我每天嘻嘻哈哈的，但是说实话，我真没那么喜欢人际关系。我只有在那儿全神贯注做东西的时候，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真的，除非工作业余时间，我宁愿一个人待。哎，你听听，叶子听听，你说这货靠得住吗？就算结婚了，又是一个蒋默然。不是，除了你叶子，何止是不干交？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可能都有这种不愿与别人打交道，甚至自己独居的一面。只不过人冷感症把这一面无限的放大而已。可是，一个崇尚自由、尊重自我感受的女性，在不存在背叛的前提下，用了那么多年时间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出问题了，你这可能吗？不干，你协助叶子分析顾小玉离婚的所有可能性。收到。教授，你去了解一下蒋默然的背景，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帮助他。蒋默然这儿呢，我倒是知道一点，他爸是山西人，后来做生意呢定居到深圳了，全家都带过去了。蒋默然从小呢3年换了4所学校，他在数学方面啊非常的用功，但是诸如什么作文呐、美术这样需要感受力的课程呢，他是一概不会。那你继续跟进。各位，贺周一受到顾小玉的委托，这一单不仅牵扯到客户的利益，更关乎到我们复合大师的名誉，所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同意。周末，你姐贺周一就交给你了。谁呀？咦，姐，你大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熠的，你二玩啊？啥二呢？我在锻炼。你这么大晚上到我这儿干嘛呀？你上哪儿混去了？这踩脏了，我锻炼呢。哎呀，多金贵的他呀！哎呀，我这下了班饭都没吃，就跑过来看看你。给，刚泡奶茶。谢谢。什么时候那么爱工作？哎，是不是最近工作不太顺利？快说说，让姐高兴高兴。怎么每回我工作一不顺心，你就要幸灾乐祸呀？分享嘛，
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分享你的不幸。你又想套我话了是吧？每回套完我的话之后呢，然后就来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啊，每次还被我揭穿。哎，行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套。我套你话，行，咱今儿谁也别套谁话，有什么本事全放桌面上，公平竞争。那行，咱今天啊不聊工作，就聊聊姐妹之间的知音话，行吧？行。啊，哎呀，姐啊，我吧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。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他们俩人结婚了，然后呢有一个孩子，他们俩肯定是曾经深深爱过吧？可是感情呢忽然出现了问题了，你说这两个人就要走不下去了，他们两个人真的甘心就这么冷漠的放弃了吗？有的时候冷漠不是武器，冷漠是避免你自己受伤害的一种工具。壳有多硬，心就有多软，不然漫漫人生路如何走下去？姐，你这公众号写多了啊，这说话呢都出口成章了。那你说这件事要是你的话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套话呢？你说的不就是顾小艺还有蒋默然吗？等你到了姐这个岁数，你就会明白，其实能喜欢上一个人没那么简单。所以一旦你认定了，要珍惜。听明白了吗？皇帝有匹漂亮的马儿，他救过皇帝的命，所以皇帝让铁匠在他每一只脚上钉一个金马掌。这时甲虫爬了过来，伸出他的瘦腿，也想让铁匠给他金马掌。铁匠讥笑他说：“你也想要金马掌吗？你知道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？”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甜甜没有任何。你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甜甜本来非常健康，都是你那些无聊、死板、可怕之极的教育方式，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早晨空腹吃甜食，会得神经性低血糖，造成维生素缺乏，最终导致营养不良。早上需要补充的是蛋白质，把鸡蛋吃掉，能做到吗？
是吧？我很感谢你今天可以到这儿开诚布公地跟我聊这些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分手大师，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逢对手，希望在职场上也可以一较高下。复合大师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如果说婚姻给人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，那么帮这些人走出痛苦，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。说清楚了，我这次是为了我闺蜜的幸福，不是跟任何人联手，你别误会。我知道，咱们俩目的虽然不同，但是在形式上我们是合作联手的，对吧？直说吧，你想干嘛？小玉老师你好。哎，这是叶子吗？特别好的，就是。哎，咱老板娘什么时候来啊？咱们小区里有这个孩子的人多吗？那他下班去哪儿？你每次懊恼的时候就会一直玩这个，还必须得抓起一个，是能有什么启发吗？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确定分手方案，按照之前的思路，还是对蒋甜甜下手。我这有3个计划。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转变一下思路吗？嗯？这个我也考虑到了，我还有一个方案是从蒋默然身上下手。蒋默然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理性的跟个机器人似的。感情下手怎么下手？你说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请于老师明示。既然你觉得人龙感正像一个机器人，那我问你，机器人是不是有开关？是不是有线路主板？一个机器人表面看起来非常强大，刀枪不入，但是只要你把它关键的地方掐断，它就是一块破铜烂铁。你是说，只要我们找到蒋默然的开关，然后一举拿下？直指 ，yes。哇！咱们还得再去找顾小姨一趟，打听出蒋默然的软肋。准备出发。顾女士你好，我是复合大师李段，这是我的助手朱墨，我们想跟您聊聊。活在假象里很痛苦吧？我们不是来找您复合的，倪先生确实是我的委托人，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，你们的感情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毫不夸张的讲，他是造成这一切的源头。
然后呢？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蒋默然，协助我们重新评估这次委托。希望您能相信我。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和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容易相信别人。进来吧。真实的蒋默然就在这个本子里。今天礼拜几啊？周一。进来吧。嗨，真是没想到啊，还是让你们抢先一步。嗨，女神。干嘛呢？这工作。打个招呼。在没有知会我的前提下约见我的当事人，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吧？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顾女士是我委托人的妻子，也就是我的委托人。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，我有一些疑惑，所以当然要找我的委托人了解一下情况喽。有什么困惑呀？说出来听听。是你对你的价值观产生了动摇，还是你对你自己的职业选择很没把握？没关系，根据我的观察，你能力还是很好，只是很遗憾入错了行。顾女士，我必须要善意的劝你一句。其实料理感情就跟做蛋糕一样，料理人的手艺决定了蛋糕的口味。所以您是否要斟酌一下再欢安一家？哎，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就再补充一点，我觉得比料理人手艺更重要的是料理人的品行。料理人的品行决定了这家店能否长久的开下去。我们能不能不要每次争论的结果都要以攻击对方的人品而告终？你别偷换概念，我说的不是私人道德，我说的是职业道德。你们都是什么关系啊？姐妹、情侣、暗恋？而我，是你们的当事人，也是你们委托人的妻子。是。我的人品和品行你们了解多少？就跑到我家里来开辩论赛，讨论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。不是，你们都出去。你留下。不乐意？愿意，他愿意1对1的跟您留下来慢慢交流。还愣着干嘛呀？你们俩等着赖人家吃晚饭啊？姐，我刚才一句话都没说。出去。你姐没跟过来吧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日记本？你给我看看。
都看完了。说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蒋默然人冷感症的证据已经确凿无疑了，怪不得顾小艺180度大转弯。说句实话啊，我现在啊还反而有点同情顾小艺了。我也是。哎，等，你们两个怎么集体叛变了？帮理不帮亲。就是。先别着急下结论，你们都没有看清楚一个漏洞。什么漏洞啊？虽然在顾小艺看来，蒋默然的表现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阴谋。可试想一下，如果蒋默然真是一台冰冷的机器，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和顾小艺离婚，无疑是最节约成本的选择。可是蒋默然却没有这样做，他非常心切地想要和顾小艺复合，可见他不是彻底的冰冷，他只是不知道该用如何正确的方式来面对这次情感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蒋默然唤醒他自己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，或者是说，让他意识到自己情感的缺失，就有可能让顾小艺跟他复合。说得非常好。蒋默然是个情感病人，我们要先治病，再复合。可即使我们知道蒋默然的问题，但是要想把他治愈，也非常的棘手啊。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？人冷感症，这个原因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，难道要我们把他童年时期所有的阴影都挖出来吗？哎，这个简单啊，我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。我们之前说到蒋默然小学时代3年换了4所小学，其实呢也没有特殊的原因，只是蒋默然他爸呢不认同学校的教学理念，逼迫他转学的。蒋默然小学就开始独来独往，没有深交的朋友。咱们呢从照片上就能看出来啊，要么是集体合影，要么就是单独照片。像参加活动啊、同学合影，我是一张都没有找到。别急，我找到了他小学2年级时参加美术比赛时的作品，来，我们看一眼啊。哎，这联想到什么没有？这和蒋甜甜的画也太像了吧！蒋默然的美术生涯就到此结束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就再也没有发展过任何特长，啊，数学除外啊。可是呢，蒋默然在数学方面的才能也不是天生的，都是他爸爸苦心经营的结果。和父亲情感恶劣，兴趣得不到理解。蒋默然的成长史，简直就是翻版的卡夫卡。根据卡夫卡成年后的生活轨迹，我们可以推断出，蒋默然人生中最大的变数，是他独立生活之后遇到的女人。也许这是一个突破口。丹丹啊，这次你算是看走眼了。蒋默然独立生活以后接触过的女人，没有门，只有顾小艺一个。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个细节，这个人或许在这里。我看一下，被撕掉了。你们注意看这被撕掉的边缘，非常的不工整，一看就是用蛮力撕掉的。如果以蒋默然的行为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粗鲁的行动。所以我断定，撕掉日记这一页的，应该是顾小艺。难道有第三者？一切皆有可能。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出什么，但是从时间的轨迹来看，应该是认识顾小艺的前2个人。这个人是通往蒋默然内心深处的关键，用他作为口口，尽快与蒋默然见面。太好了，顾小艺告诉你这些情况，复合大师没人知道，太宝贵了。没错，
既然顾小艺说蒋默然和亲人完全没有感情交流，而是一心把兴趣都放在了工作上，那咱们就从工作着手，找到让他从离婚协议上签字的突破口。怎么做？根据他的数据分析，如果这些大于他的家庭，给他一份工作，他应该会同意。是我曾经待过的一个跨国公司的真实职位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知道他们一直在通过猎头公司寻找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人，薪水和待遇都非常好。蒋默然这么优秀，他们应该会感兴趣。那你为什么当时没留下呢？公司总部设在印度，我又不喜欢吃咖喱。对，这确实是你跟蒋默然最大的差别。贺总，我们在谈工作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总是打击和嘲笑我？sorry， 习惯了。那你觉得蒋默然会因为工作抛弃家庭吗？应该会。通常人冷感症的人在工作方面都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，与此对应的是，他们对工作的价值也有着强烈的渴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冷感症的人容易当上公司的高层。而且借此机会，我们还可以看出蒋默然的真实为人。可以，这个计划可以执行。而且我也很好奇，李段那边会如何收场？你好，我是蒋默然，哪位？你们的工作效率很快啊。好，下班后见。蒋先生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方不方便和我去个地方？我记得我说过，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。出于信任，我才找到你们复合大师，但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不光让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而且让我和顾小鱼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。昨天晚上，他又跟我提了离婚的事情。我承认，之前是我们的工作失误。我会重新对你们进行评估，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你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能符合您和您亲子心的想法，方便和您深聊一下吗？好，不过现在我约了人，从这儿开车过去，算上堵车，大概50分钟，见面会谈40分钟，1个半小时以后我有时间。我等你，不见不散。蒋先生，是我给你打的电话。我们已经观察你很久了，经过综合评定，觉得你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。但是我希望对这家公司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对方是一家印度的 IT 行业，在印度排名前10的一家公司。更详细的需要您有意愿之后才可以透露。能够理解。您最新研发的游戏呢，让他们看到了广阔的市场，他们正好也在做一个类似的大项目，想请您去做技术顾问。条件呢？工作地点在印度总部，然后工作时长呢是2年，年薪50万美金，每年2个月带薪休假，2年期满之后则调回中国出任 CEO。Any questions？ 你有没有这家公司的网址？
啊，对了，老板有明确要求，希望员工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呢，必须是单身状态。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？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至于合不合理，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看来这份工作并不适合我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等一下。那我考虑一下。告辞。来了，蒋先生。先生，为什么把我约到这儿来？你们想谈什么？我们已经找到你和顾小艺矛盾的根源了。你今天必须要打开你的内心，释放你所有最真实的感受。我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不行，这是我们为你制定的独家复合疗法。你们太幼稚了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蒋先生，只要你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找到自我，跟小艺姐复合。什么方法？这瓶酒275毫升，酒精度5%，酒精含量还不到20毫升。科学证明，每天人体摄入不到20毫升的酒精含量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。我不能酒驾。我们已经找好代驾了。只要你想跟小艺姐复合，你喝了这瓶酒吧。我还是不认为你们的方法对我有用。老大，你确定这哥们儿是在跳舞，不是在发泄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别开了，你已经超支了。发泄对他有好处。哎，你说这哥们儿平时得压抑成什么程度了？这个。哎，我倒是觉得吧，你看他跳的那个舞，多婀娜多姿啊！大家几个，准备一个啊！哎，人生难得开心。小心喝醉啊，少喝点啊！来，擦汗，啊！我有个问题啊，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。没有。为什么顾小艺他要跟我离婚？为什么？